店家，我刚才问你李师其人，怎么避而不答呀？您是说这李师是吧？这李师，这都是去年的事儿了，我实在是想不起来了。要说去年夏天的事儿，好像也隔得不远吧？哎呀，宋大人，小的是开酒店的，您说这酒店的客人迎来送往的，一年下来何止成百上千呢，是吧？我哪能都往心里去记呀？店家，你这儿送去迎来的酒客繁杂，这个我信。可是要说在这墙上题诗的，恐怕是不多吧？你仔细想想，会有印象的啊。大人，您容我好好想想，啊。哎，大人，我还真记起来一点儿。你慢慢说。那天好像天儿挺热，这中午客人都散尽了啊，我就想上班打烊了。结果就这个时候，来了几个青年学子，他们就坐这张桌子。他们几个在这儿喝酒行令儿，足足闹了有3个多时辰，结果这时候叫李师的那个年轻人让店家拿来笔墨，他就借着酒兴，在我这墙上留下了这诗句。然后他们就又闹了一会儿，然后付了账，人家走了。那他们后来还来过你这个酒馆吗？没有，他们后来再没光顾过小店。你还没告诉我呢，这个李师是何方人士啊？宋大人，我开的是酒店，来的都是客，这客人姓甚名谁，家住哪里，小的实在不必问，也不便问。所以这李师家住哪里，小的实在是不知道。店家，那李师周围这几个伙伴，你可有印象啊？哎呀，那李师当时好像是几个年轻人之首，我看他笔走龙蛇，我就对这李师还有点印象。至于他周围的那几个人，哎呀，我实在是记不得了。如果记起什么，赶快向官府汇报。好，大人。谁？你干嘛大惊小怪的？哎呀，别吓坏了客人。你来干什么呀？你不是交代过吗？凡是上楼来的客人，都让我亲自来侍候吗？2位客官，请坐，请坐呀。自从我去年春天来到这儿，上楼喝酒的客人不都是我侍候的吗？哎呦，这天气这么闷热，怎么不开窗啊？2位客官，我把窗子打开，透透风。哎呀，来，二位，今天这桌酒菜算我请客啊！2位客官，小店别无特色，哈，就这米酒可是不一般呐。再说了，这张酒桌的来客向来都是由我侍候的。今天能侍候2位客官，也是我三生有幸。哎呀，你胡说些什么呀？你知道这是谁吗？这是宋提刑宋大人。哎呀，不管是官家还是百姓，来我们酒店啊，就是客人嘛。王二，大人，如果想起什么的话，想办法告诉我。大人，你看小的酒菜都备下了。等下回吧。大人，那小的送大人。大人你走好啊。大人走好。你要是再贫嘴多舌，我把你的舌头揪下来，滚！老头子，
老头子，哎呀，你叔父，哎呦，贤侄女儿也来了。叔父，您好点了吗？一声不吭的，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你咽气了呢。来，快点儿，趁热喝了。来，我没病，你没病，成天躺在床上，你哼哈的，你干什么呀？这不叫病。这也不是药，这是补身子的滋补品。来 ，OK。哎呀，那更不能喝了。不喝不行。侄女啊，上次拜托你那个事儿，跟宋大人说了吗？这一段时间宋大人特别忙，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他呢。您那块匾还原封不动地放在我房间里呢。这就好，这就好。以后这件事儿再也不要跟宋大人提起了啊！怎么，叔父，你又改变主意了？我老了，不中用了。哎呀，嗨，哎，我说你真是，咱们流点眼泪啊，等给我出殡的时候再哭啊！哎呦，这么大年纪了啊，还哭了，你羞不羞啊？羞啊！我羞啊！哎，我愧对祖宗，愧对皇上，愧对同僚，我愧对父老。哎呦，行了，快起来，起来，一句话就好，啊，你愧对天，愧对地，哼，你呀，哎呦，可你真正愧对的呀，那是我啊！我这一把年纪了啊，我拖着一把老骨头，我给你熬了碗汤，你就不喝啊？你说，你岂不是愧对于我？起来，快起来来！我实在是喝不下去呀。算了吧，啊，你呀，不就是错判了一个案子吗？啊，好在呀，这上司呢皮纹还没下来，这人头还长在人家脖子上呢。况且呀，这真凶也没找着，这究竟错没错呢？那还说不准呢。我说你，犯得着那么寻死觅活的吗？日间呢，经宋大人把案情这么一推，我立刻就明白了，这把扇子原本是此案的真凶为了嫁祸他人设下的圈套。其实呢，这个手段也并不算高明，可我怎么就没有识破呢？我好混呐！当时那么多老百姓作证，你呢，从心里又容不得那些恶行。那个吕文周呢，他的恶行呢又那么多，你恨不得唐令一下就为民除害了。可不是嘛，婶婶。俗话不是说得好，旁观者清，当局者迷吗？这样的事儿，摊给谁难免都会这么断的，对吗？就是嘛，你说这么点屁事儿，哼，你看看，你犯得着愁断了肠子，揉碎了心的吗？对呀，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，他怎么说是屁事儿？算了吧，这官场上贪赃枉法的人太多了，那些贪官污吏越枉法，他越升官。可你呢，当了49年的七品县官了，就是没有升迁的份儿啊！记得朝廷给你发了一块百官楷模的匾额吧？当时我就想哎，我这老头子，这回得了个百官楷模，怎么也得升个4品5品的吧？没成想跟你学楷模的人是步步青云直上，你这个百官楷模呢，就像那屁股下生了根似的，
那几十年你都没动个地儿啊！哎呀，你还看不透啊？你还认那个真干什么呀？夫人呐，为人在世，最重要的就是名节二字。像我白贤，10年寒窗，3考及第，几十年为官：1. 不溜须拍马；2. 不贪赃枉法；3. 不欺压百姓。几十年来，虽然与升迁无缘，可一世清明，这世人自有公论呐。来日告老还乡，我对得起祖宗啊。可谁知你这老马识蹄，错判无辜，哎，使你这一世的英名毁于一旦，对吧？我早说过你，我早在几年前就劝过你。人呐，上了年纪了，这个脑子啊不灵便了，不如给世人留下个贤德美名，早早的告老还乡。可是你呢？你说呀，这心里啊放不下黎民百姓，还想为朝廷呢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现在啊，果然出错了，还没死呢就后已了，那你还后什么悔呀？哎呀，夫人呐，事到如今，你还说这些管什么用啊？嫌我唠叨了是不是？那我正经说一句管用的话。你想说什么？知错就改，善莫大焉呐。你自己判错的案，你自己再把这案推翻重审，怎么也比你一天像个产婆似的躺在床上长吁短叹的强吧？叔父，婶婶的这番话句句在理。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就算你判了错案，如果你现在能够亲手把它纠正过来，岂不是又能树一个知错就改的百官楷模了？嗯。老伴儿啊，你看你唠叨了半天，就是刚才这几句话，说到点子上了。如果能让那个真凶伏法，我白贤宁愿承担渎职错判之罪，也要把这个案子推翻了重审。有宋大人在，不怕真凶不伏法。可现在，你得把这碗汤先给我喝掉。要知道，这也是本夫人的法。来，喝了。这是什么法呀？家法。启禀大人，宋大人有请。哦，家法哪有国法大呀？哎，你给我回来！婶婶，叔父啊，已经跨过了那道门槛儿，不会有事的。什么门槛儿？横在他心里的那门槛儿。啊，宋大人，请。什么？宋大人，我不是大名鼎鼎的断狱神手，人称包公在世的宋提刑吗？正是这位宋大人。吕文周，宋大人这次是专门为了复查你的案子而来的，在宋大人面前，你不必考虑是不是翻供，实话实说就是了啊。莫非苍天真的是睁开眼睛了？宋大人，不知道你要问我什么话？你可有一个叫李师的朋友吗？李师？嗯，我不记得有一个叫李师的朋友。吕文周，你可要想仔细了。没有，吕某人没有一个叫李师的朋友。那你可有一个叫李师的仇人吗？仇人？
宋大人，要说仇人，这满城可能都是我的仇人。是否有一个叫李师的，这个不得而知了。你可去王二的小酒店喝过酒吗？听说王二酒店有一种祖传秘方酿制的米酒，有点声望。但是他那是个小酒肆，在青阳县城，我们吕家开了好多个大酒店，我为什么要到他们家去喝酒呢？好，白大人，没有问题了，我们走吧。宋大人，郑玉是谁啊？没有这个人。没有这个人。宋大人，那扇子是怎么回事啊？宇文周，这正是应该你自己好好想想的呀，否则这趟牢不就白做了吗？白大人，请。宋大人是说，这扇面上的题字和王二酒店墙壁上的题字是出自同一人之手？是啊，白大人，是一个叫李师的秀才。题字明明是李师，而这落款却是郑玉，这是为何呀？白大人，我想这可能就是凶手一扇嫁祸的阴谋吧。你想啊，如果要把真名写上去，那不就把自己给卷进去了吗？来坐。照宋大人之言，那本案的真凶是李师。可是李师并非本地人士，他怎么能深更半夜跑到童家去行凶作案呢？白大人，我想被害女子应该是有一副让不轨男人铤而走险的花容月貌吧。那是。再有啊，这个童四家和王四酒馆就住正对面，从王二家酒馆的2楼可以把童四家的情景尽收眼底。而去年盛夏，这个叫李师的人就在王二家酒店喝过酒。如此说来，李师是本案的真凶。吃饭了。金子大伯，金子大伯，快给我点吃的吧，我都饿死了。你叫我什么？金子大伯。哟，今天一出口就有点人情味儿了。你不是说饿着等死吗？怎么熬不住了？想吃饭啦？我不想死，我饿坏了，我想吃饭，快给我点吃的吧。你说说为什么？我是死过一回的人了，死过一回的人呢，他才知道，怎么样活着，是吧？所以我不想死了，快给我吃的吧。总算你这趟牢没白做呀！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！你几天没吃啊？不要吃那么猛，伤胃。要是再来点肉就好了。有机会，出去再吃肉。你说出去，我能出去吗？这个嘛，金子老头我就不能回答你喽。不过白大人说，这个地方是专门关判决死囚的人。现在啊，你可以调出去了。放我出去吗？林州，三娘看你来了。三娘，官人，三娘，官人。哎，先进去，先进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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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，快点！三娘，苍天真的睁眼了。是啊，我来时天是那么晴，那么蓝，我真恨不得生有一双翅膀飞起来呀，官人。三娘，这段时间为难你了。不，只有这段日子，
我才真正觉得是你的妻子。三娘，官人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有话以后慢慢说吧，跟我来。官人，家里什么值钱的可都卖尽了，连宅院也……好，这样我就安心了。可是你过惯了大富大贵的日子，只怕以后你受不了这个苦。哎呀，三娘啊，你没看见我刚才吃的那碗饭呢？那在咱们吕府，是连狗都不闻的饭呐，你知道吗？我吃的比山珍海味还香啊！我边吃我边想啊，我吕文周上半辈子，我从来就没吃过这么香的饭呐，太香了！官人，三娘，你怎么哭了？我高兴。官人，三娘，官人。好了，进去吧。啊，三娘，官人，官人，谁呀？二位青天大老爷，一定要为小民做主啊！当家的，一定是又去窑子寻快活了。去吧去吧，不回来老娘才省心呢。二位青天大老爷，佳期死得好惨呐！那禽兽吕文周一天不伏法，佳期的阴魂就一天得不到安宁。二位大老爷，起来吧，起来吧，进屋看看。二位大人请。宋大人，您请。被害人就倒闭在这张床上。当时尸首呈仰卧状，睁着眼，张着嘴。大人，那天夜里，小民赶着夜路回家，一进门就看到那副惨状。宋大人，你一定要为小民做主啊！你一定不能饶了那个姓吕的。童子，宋大人亲临现场勘查，就是为了查出真凶，替你妻子报仇啊！什么？你是说，那吕文周不是真凶？白大人，你是不是受了吕家的蛊惑，认为他们也是好人？大人，您收了他们的银两了。哎，白大人，白青天，如果连您都禁不住吕家的诱惑，那我们这些草民真的没有活头了。哎呀，不是这么回事。宋大人，宋大人。凡是上楼的客人，都让我亲自侍候的嘛。哎，大人，你是不是在童家发现什么线索了？回衙吧。自从我去年春天来到这儿，上楼喝酒的客人不都是我侍候的？哎呦，这天气这么闷热，怎么不开窗啊？我把窗子给你们打开，透透风。大人，怎么了？坏了，白大人，白大人，也是我一时大意，白大人，
您先回衙吧，我有点事儿。赵捕头，快！大人，回童家？不，去王二酒店。你又闻到酒香了？赵捕头，你记得那天我们去饮酒，他的小妾跟咱们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。不太记得了。那女人娇媚作态，我看都没正眼看过她。也难怪，我也没在意。可他反复说2楼那张桌子是由他一个人侍候的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啊？暗示，一定是在向咱们暗示什么。暗示什么呢？走。大人。哟，昨天这位大老爷不是还对小女子不屑一顾的吗？今天怎么又想起来问我什么了？这位姑娘，昨天也是我们2人心里烦，不曾在意，啊，今天特意来向姑娘赔个不是。哎呀，我长这么大，陪人喝，陪人乐，还从来没有人向我赔过不是呢。我头一回听说吧，我还真是开心。那你就赶紧回大人话呀！宋大人，刚才问什么了？恐怕不是本官想问你什么，而是你想告诉我什么吧？哼，谁说小女子想对你说什么了？我只是……你只是记得去年盛夏有一群学子来你这儿饮酒赋诗，一直喝到日落西山才走，而且一直是你一个人打扇示酒的，对此你记忆犹新，可是这样？你全都知道了，那你还来问我干什么呀？怎么说，你确实是想告诉我们这些。对，可我们耳背没听清楚，请你再讲一遍。那你得回答我一句话。什么？你常常去逛窑子吗？你啊，行，你说呢？哼，反正老娘是见识过的。别看那些官家人走在大街上，一个个神气活现，可在窑子里把那身官服一脱，比谁也没两样。好，好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本官一定找机会试试。什么？你真的没逛过窑子？好了，我已经回答过你了，现在该你回答我了。可我今天懒得说了。站住！如果你不想在这儿说，我就带你去王法大堂，那儿比这儿容易说实话。不，我不去县衙，不去。就是啊，好人谁愿意去县衙呀？哪有家里好啊？再说姑娘，你也别怕，把去年盛夏所有你知道的事情原原本本给我讲一遍。好，我全对你说就是了。当时那几个书生来此喝酒，一直是我侍候着他们的。他们一个个长得什么样，都说了些什么，我都记得一清二楚。诸位贤弟，我等去年在赴京途中不期而遇，此后结下不解之缘，今日在此相聚，应该一醉方休。对，来，哎，官人，再送他酒来。哎，客官，小店虽然陈设简陋些，可这酒却是用祖传秘方酿制而成的，甘甜如蜜，相传10里。诸位喝了，以为如何啊？啊，不错啊！想这酒还真有一番特殊的滋味。不过我柳岩子就住在黄岗山上，怎么从来就没发现这儿还有如此的佳酿啊！哎呀，我真是白活了前半生啊！那你往后天天来此饮酒，不就补回来了吗？来，酒来啦！哎，我跟你讲，
你不知道严子贤弟虽然是本地人士，可是他久避尘嚣，深居简出，每日只躲在家中练习书法。他哪有闲情天天跑来喝酒啊？哎呦，这么说，这位先生还是小的个同乡啊？啊，先生要是喜欢小店的米酒，以后每月我按日给先生送到府上，你看怎么样？若是如此，在下感激不尽呐。哎，这又何必客气呢？店家每个月给你送酒，你照账付银就是了，又不白喝他的酒。可是小弟住在黄冈，你看那么远。无妨无妨，只要先生不嫌弃，再远我都送。既然如此，在下除了给足酒钱，再送王老板几幅字画，怎么样啊？不，店家，你可不知道，我这位贤弟的书法，那是当今皇上想求他的墨宝，可都是求之不得呀。哎，你看，我这个扇子，就是严子贤弟亲笔所写，啊，你就是出50两黄金，我都不舍得卖给你哦。哎，李兄，休得吹捧小弟了。要没有你李兄的好诗，小弟恐怕也难以成就啊。嘿嘿，哪里？李小弟说呀，我等4人中，若论诗词文章，该首推李兄。过奖。是，今日何不给我们吟上一首啊？对呀，李兄。好，店家，哎，借笔墨一用。哎，好嘞，我这就拿来。啊，好，来，我们再干一杯。好，啊，来，干。我拿来笔墨，那位叫李师的公子挥笔就在墙上信手涂鸦，小女子不识字，也不知道都写了些什么。我再问你，那个叫李师的当时是坐在什么位置？啊，就坐在这个位置。你笑什么？我笑啊！一天到晚读着圣贤文章的人，肠子里也未必就没有那些花花念念的。此话怎讲？大人问你话，你笑什么？快说！笑什么？我笑你们男人啊，都一个德行。 6顺8匹马呀，5回手，你输了。我给您满上。好，来喝呀！来，干！好，干！李公子，日光西晒了，再不放下帘子，恐怕会刺花公子们的眼了。 来，接着8匹马，5回手，6顺。你输了啊！我输了。来，我再给您买。读书人的眼睛啊，其实也不光是喜欢看书的。珠儿啊，那李师喝酒的时候，可曾说过他家住哪里？哦，说过。哎呀，宋大人，你看小的这记性，那李师说过他就是临县凤阳人士，家住凤阳城里，好像李师在凤阳城里还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。我没记错吧，珠儿？对。珠儿，哎，你怎么又都想起来了？大人不是吩咐小的了吗？昨天晚上，我想了一宿，今天早上一睁眼，哎，我就全想起来了。珠儿，多谢了。大人慢走。驾！大人，李师带到，请。李师，这是提刑司宋大人，见过宋大人。啊，在下李师见过宋大人。
李秀才久仰大名啊！李秀才的诗文让本官十分折服，但不知李秀才为什么不求取个功名以报社稷呢？人各有志，不能强勉。再说，当今取官之道，凭的恐怕也不全是诗词文章吧？啊，在宋大人面前妄议官场之弊，似有不当。不过，若如宋大人这般拥有真才实学的清官，李某倒是从心里敬佩。哎，没有，李公子这番话让本官惭愧得很呐。李公子，你的好友吕文周最近跟你可有来往啊？吕文周？吕文周是谁啊？李某并不认识此人呢。李公子，该不是一时忘记了吧？宋大人此话何意啊？李公子说不认识吕文周，那公子该不会不认识这样东西吧？这不过是一把平常的扇子，能说明什么？这扇子上面的诗文分明表明赠物者就是你啊！可这分明写着赠物者是郑玉啊，这与李某何干啊？你再看看上面的诗文。哎，怪了，这扇面上的诗句，好像是李某的，怎么会被人抄写在这扇面上呢？你说呢？哦，这诗是李某做的，可这字绝非是李某手笔啊！李公子可要看仔细了。哦，这首好字啊，好像是出自李某的一位结义兄弟之手。柳延子。对，延子贤弟的书法造诣，令李某是望尘莫及啊。这一手秀笔，就是拆开了我也能认得。可是什么？这明明是延子贤弟的墨宝，怎么会署着郑玉的名字呢？赵捕头，在，快去黄岗山。快去禀报宋大人，快！大人，大人，赵捕头在，还用我多说？快去！他跑不了了。宋大人，白大人，是本官一时失察呀。其实凶手不止一次露出过破绽，只是我疏于缜密，未曾留心，才使这样一位书法圣手死于非命。本官深感不安。宋大人，这是为何呀？快点，让开！走。哎，夫人，跑这么急有什么事儿吗？管家，快把家里所有的纸钱拿出来点烧。烧给谁啊？烧给上苍。上苍。回来！你去哪里？我去收债。哼，收债。为什么要带走全部的银票？臭婊子，你敢管我？我看你不是去收债，你是去逃命吧？胡说！哼，你这个畜生！我早知道你会有这一天的。
你再胡说八道，我杀了你！滚！让开！闪开！闪开！快！让开！让开！快点！哎，娃儿，我门关着，你怎么进来的？我门关着，你怎么进来的？哎，你要干什么？王二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哎呦，王二，你想干什么？来人呐！王二，你想干什么？闪开点！哎呦，这不是那个人吗？那个闪开！闪开！闪开！